我是80%烧伤，是差不多20%的生存几率了。我要晕的时候，那个 ICU 小我很怕死，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怕死的一次。有16次的化疗，当我头发全部掉完的时候，是一个很辛苦的画面。大家好，我是 Jamie， 我是在23岁那年患上了第2期的3阴乳癌。大家好，我是李思怡，我在18岁的时候在台湾八仙粉尘爆炸中严重烧伤。大家好，我是伟盛，我在22岁的时候中了一个 cardiac arrest。那时候是刚好农历新年初一，回家就准备要睡觉了，然后我就在玩手机，我就发现了我的左胸突然有一些疼痛，我就按摩了周边的肌肉，然后我就发现了一块肿瘤。当时我就赶快预约了医生，医生那时候就跟我说：“哎呀，在你这个年龄，应该只是简单的一个结块，你回去等消息吧。”过了3天，其实护士打过来跟我说：“医生想见你。”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事情有点不妙，然后医生跟我说我的结块其实是肿瘤，他就叫我做进一步的检查，后来就得出的结果是第2期的3阴乳癌。当时呢，我刚考完试，跟我的朋友一起计划到台湾去旅游，然后其中一个项目呢是在一个水上乐园举办的一个演唱会，他们有用这些像是玉米淀粉一样的东西，但是他们有掺好像彩色的东西啊，然后可能台上的机器有产生一些火花，我们也不太清楚，也是因为这样而造成了那么大的一场火灾吧。整个地上都着火了，看到的身上的那些衣服呢，完全都被烧掉。然后身上的一大片皮肤，从手上手臂身体就是完全是，皮肤就是掉下来的那个感觉，然后才意识到这个是发生了很大的意外。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在 NTU。The night before, actually 我们就去吃了一个很 heavy 的一个 supper。要上学的时候，我的前女友 try to wake 我 up。Then 突然，我就有一个 cardiac arrest。Then 他就匆匆忙忙的就打电 paramedics。在 paramedics 要赶着过来的时候，she did a CPR and somehow keep 我的 heart beating. Then 那个 paramedics try to attach 那些 equipment 在我 try to 抢救我 ，but I think they had difficulties, so they had to 用差不多2支到3支的 EpiPen 在我的脚。to keep me out of the danger， then 才送我去医院。我身体其实没有oxygen for close to 30 to 45 minutes， 心脏停止了差不多有1分钟20多秒。然后我在清醒的时候，我的全身呢都被包扎，然后嘴里也插管。我也没有想到我的伤势因为我的手机我的东西都不在我的身边嘛。当时我第一个想起来的东西是我怎么回家？我的家人怎么找到我 ？Actually 这些 information 都是他 feed 我的，因为我完全都不知道 what happened at that point of time。我在 ICU 待了，没有错的话应该是4天到5天。Like from 我 cardiac arrest 到我在医院从我 ICU 起来的时候，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只记得我前一个晚上我吃了一个 supper， 要去上课，很像从一场梦起来这样子。其实那时候因为我妈妈跟着我去看医生，所以我第一个念头是要稳住她的情绪，让她觉得这不是一件大事，我们可以一起度过的。其实我的脑是一片空白的。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比别人更领先一点。因为我有事业的经验，也有我的读书的 degree。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对未来的一片憧憬很大，所以这有点把我的生命放在一个暂停的按钮上面。过后才得知，其实我的其中一个朋友他有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他的父母通知了我的父母，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在
就是台北那边的每一个小的医院啊，就一个一个去找。我第一眼看到父母的时候的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因为很抱歉让他们受这个惊吓，很抱歉让他们担心嘛。痛是在我身上啊，但是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讲呢，他们一定比我更难受啊。因为我的年纪，所以那时候我先做了一次冻卵，后来呢就开始了化疗，然后也有免疫治疗。因为我毕竟有16次的化疗，对，然后后面4次其实蛮辛苦的，因为他们会加重那个药量，因为反复的化疗副作用增加之后，我觉得就会比较辛苦一点。我也做了基因的检查，然后我是有 BRCA1 的基因，我那时候就决定做切除乳房的手术，然后还有做重建。他其实有建议说再做一个电疗，做 radiation therapy， 大概整个治疗有1年左右，就完成了。我现在是cancer free。刚开始医生跟我说要装起搏器在我的身体的时候，我就很抗拒这个治疗。可能我去游泳的时候，人家的眼光就会看住我。装了这个 ICD 过后，我的心脏就一直有发作的就是一直跳很快，但我就晕倒。我的前女友就讲，why not 我们去找一个 second opinion。所以看到这个医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其实我们有多一种药，所以我的情况就稳定下来了。但突然有一天，医生又跟我讲，这个药停止了，没有了。但医生就讲不用担心，我们再去找，我们就找到他多一个的别人，我一直一模一样的那个情况，一直上下，让我其实成长了很多在这个过程。我被送到第一个医院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医生就是在彼此讨论，然后说这个病人的伤势太严重，我们这个医院接受不了，所以呢我就被移送到另外一个医院。我在新加坡的其中一个主治医生正巧在那边在个 Burns Conference， 所以他觉得为了给我最大的生存几率吧，就是要尽量带回新加坡来接受治疗。我住在医院差不多4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差不多9个大的植皮手术，中间呢也有很多小小的手术，就是换药、清洗伤口。因为那么久没有活动，我的肌肉也是有点萎缩了。我一开始站起来走路的时候呢，我只能走差不多1、2步，那些好像吃东西啊、写字啊、喝水啊、刷牙啊，我都是要一一的慢慢的在学习了。这个 ICD shock 我的时候，医生当初跟我讲的感觉是，很像一个人捶你的身体这样子。他总共救了我有整20多次，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一个 PTSD 这样子，就整个人就很崩溃。我又怕睡觉，我怕我每一次睡觉的时候，这个事情又发生。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突然感觉到一个 fainting spells， 说我要晕的时候，那个 ICD 又shock我，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很怕死，我真的很怕死，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怕死的一次，我就真的是整个人就 go into tears。我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做，我还有很多话没有跟我爸爸妈妈讲，我还有很多愿望还没有去实现。我觉得是我唯一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觉得很孤单，就觉得很孤独的一个感觉。在 ICU 的期间，那个是最辛苦的期间，因为当时呢，我是完全被包扎，然后又插着管，我是一个人在这个大的病房里面，周围又有很多那些机器啊、管子啊，所以是浑身都不舒服。然后我每天都是在看着那个时钟啊，每30秒、每1分钟，然后每15分钟，我就是在等到白天的时候，等到我的家人可以来探望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每2、3天换药。然后因为是很大面积的烧伤嘛，然后你的皮肤是慢慢的在恢复，每次把那个绷带拿掉过后，会感觉到像是
别人在把你上一层的皮肤被撕掉的感觉。烧伤患者他们都会告诉你，换药的时候那个是最痛苦的。我其实很爱美，所以我从小就喜欢打扮自己，因为有激素的存在，脸会很肿，他们都叫chemo face， 就是水肿的脸，就是身材也会走样，因为水肿嘛。肉体上面我还是可以承受，但是是精神层面，就是我怎么过我身材，我的脸走样，我的头发没有了，然后当我头发全部掉完的时候，是一个现在想起来是觉得一个很辛苦的画面，因为每次在镜子前面看到的头发完全没有啊，我觉得那时候是一个比较难度过的时间，当时的时候，我在 ICU 的时候，我的医生跟我妈妈讲，普通人的皮肤是可能会有气色的，我的皮肤就很这样，变得很黑的，死人的黑那种的黑。在我中 cardiac arrest 22岁的时候，我弟弟在19岁的时候也是突然就去世了。在那个死亡证书的时候，其实是写 unknown reason 啊，所以我的父母，我可以理解他当下的感受，就是哇，我的白发人要送2个黑发人的走。很幸运的，当我起来的时候，我是完全没事的。因为当时我是在昏迷状态，所以其实我是不太清楚。对于严重烧伤的病人我们是看面积来看是多严重嘛。我是80%烧伤，所以当时呢，医生告诉我的父母呢，是差不多20%的生存几率了。可能他们会感觉到，我对死亡的距离比较靠近吧。有一次我进急诊，然后当时突然他们就把我推进一个房间，然后有一排的医生跟护士全部围着我的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变严重了还是什么，我就开始很担心。后来我就进了 NICU， 因为化疗会让我的身体变弱，免疫力会下降，身体里面出现了感染，导致后来一系列的发生，然后我就晕倒在家，然后进医院，这些也是一种可怕的过程吧。我还记得第一次我有真正的看到我的伤口，就是把包扎拿掉了过后，完全就是一片红，看起来就是像一块肉一样。就是我有看了很久，因为可能有一点惊讶吧。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外婆有来探望我，她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会好的。她那么确信的告诉我一定会好的，这个一点也没有关系，你不要担心。如果我的外婆这样讲了，那我也没有理由不相信她。I had to that。我每次跟我的父母的 relationship 就是很差的，回来了不要来烦我了。你吃饱了没有？哎呀，吃饱了，不要来吵我。当初我弟弟去世的时候，其实我很恨他们。当初我弟弟其实在家里，他们也在家里，为什么没有进去房间一下 check on 他？不管我说了什么，还是对他们怎样，他们还是很180%的给我他们的爱。我妈妈其实是做饮食行业的，她就 decided to just 关店，陪我每天每夜的在医院里面。我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子。其实有人是爱我的，我不是自己一个人，也是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家人和朋友是一个很大的支柱。比如说我妈妈每一趟去医院的每一个预约，她都一定会带我去，一定会跟我去。我的朋友应该是因为那时候很年轻嘛，23岁，所以我就有一个念头是要跟他们一起拍婚纱照。所以我有2组朋友，两组都跟我一起拍，在我头发掉之前，所以那时候我是蛮感动的，因为我一说他们讲好，我们就做。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他们真好，很幸福。其实晚上的时候是最可怕的时候，你在入睡以前的
那一段时间，其实就会有很多恐怖的那种想法会出现。有时候还有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小年纪会中癌症？这段时间我其实是有借助癌症中心National Cancer Center 的一个 therapist， 然后他们是其实为我们这些患者是免费做心理咨询的，然后就慢慢就会对自己，比如说刚才说的头发啦、形象啊，看开一点。然后怎么回归到社会啊？慢慢的，其实过了半年后，然后我也去旅游了，然后放松一点之后，你不会执着于太多世界的东西，之后你就慢慢过这一关。我觉得主要是要专注于我能控制的嘛。当然，这个事情发生是很不幸，我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在这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我的医生都会一一的解释by involving me in the care, it's something that's very empowering. 当时也有其他的烧伤患者，就是可能是10年、20多年以前受伤了，他们也有告诉我他们的故事啊，他还能去工作啊，他还能做运动啊，这种东西就会给予我比较安慰，然后给我一点希望啦。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孤单。当时唯一给我的这一束光的时候，是那个医生。那医生让我知道，其实你有活下来的机会。我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人就够了。每天洗脑自己，跟我自己讲，要 positive 一点，要 positive 一点，坏的东西忘记掉。这9年来就是这样子过了，我的灵魂也是开始慢慢的恢复了。在事故发生之前，其实我也是想要读医嘛。事故发生之后呢，我才更确定的明白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医生。我周围的那些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都给我了很大的启发。Going that extra mile to make me feel comfortable and to see me as an individual and not just another patient on their list was something that stood out to me. 我现在是一名医生，然后我还在医院的不同的部门在学习吧。当时的我对我的 life 有点改观，我已经落后了整1个月的 syllabus 了。当时的时候我就很压力，我就很指责我自己，为什么我一直读不懂这东西？为什么我一直不会这东西？导致我整个头开始就很痛。我没有读完我的大学，我退学。我学习的东西就是关于电有关的，所以我现在装了起搏器，其实我也不会那么靠近有电力的东西。我现在进入了饮食行业，很努力的把我妈妈的面发扬光大。刚好有这个机会，我就开始做。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让他们退休。我以前是想要当服装设计师，然后做到最好。但其实我觉得，人生有很多梦想，我可以去尝试其他的意义。我可以做什么回馈一下社会？如果我走的话，我可以留下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会剪辑，我就可以做我的癌症的日记，然后录下我整个过程。其实到现在还是会有人发私信给我，然后问我我其实刚刚确诊，我有一些问题想问你，然后我都会去回答他们，帮助他们。现在我也是在Breast Cancer Foundation 做义工，换了我的职业。我现在是做保险经纪人，然后跟一些年轻人说怎么保护他们自己。I understand that I come from a place of privilege. Not everyone has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or to the support that I have. So I always remind myself to be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and not to take these things for granted. 如果我们能拥有多一份善心，我觉得呢，世界会变得更美好吧。有一次我去癌症中心做我的化疗，旁边的人都会问：“你陪你妈妈来啊，真孝顺这些。”但其实是我妈妈陪我来。随着我去多一点的化疗的预约，我也发现年纪越来越小的
患者也有。以前会觉得死亡离我们年轻人很远，现在是觉得要活在当下，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我不会执着于很多小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死还更可怕了，所以不要害怕，往前冲了。可能每个人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讲，我不怕死啦，死了就算了啦，哎呀，死了很简单而已嘛，人家就会把死挂在嘴边。我也是其中一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你经历过了这整件事的时候，我才发现到，人生真的是一个很脆弱的一个东西。今天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东西，你应该勇敢的去做，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天掉下来，当杯盖。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秒，你就有希望，所以不要放弃自己，因为时间能解决一切的东西。我也是有经历过，我也是走出来，睡觉都怕睡觉，哭到不想再哭。我已经面对它，接受这个事实，而往前走了。你已经做得很好 ，Thank you for surviving. It's not always going to be easy. There are some days where you feel like you can't take it anymore. That's okay. You're only human. Just focus on getting through day by day. Hang in there, and one day you'll come out on top. 你可能会很害怕，甚至会觉得这个过程很辛苦，然后也会觉得为什么是你？这些我都经历过。这些都会过去的。当我回看这段路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勇敢。所以当你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话，你是一个全新的自己，也会变得很勇敢。所以不要放弃，加油！谢谢大家收看。喜欢这个视频的话，请你点赞、订阅跟分享。拜拜。